好。各位久等了，还记得大家之前敲碗的乌来内洞吗？时隔近1年，我们终于回来拍摄啦！这集我们要带大家品尝静谧优美的美味无菜单私厨料理，享受隐身于乌来的秘境汤屋。傍晚时分，更有浪漫的萤火虫现身。此外，我们将漫步于轻松好走的乌来最美内洞森林游乐区，尽情享受芬多精的洗礼，并带大家体验以台湾优质水质制作的桂山发电厂冰棒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，我要对我亲爱的太太说声生日快乐。身为先生，我保证会不计成本、竭尽所能让她开心。最棒的美景、顶级的食材，一整天沉浸在这片山水湖河的恩赐之中，最后再以一道道美味的草野菜画上完美的句点。到了该吃饭的时间了，我们现在在名流水岸，它是一间预约制的无菜单私厨料理。其实我今天是来帮邱太补过生日，因为我们一直还没有过他的生日。然后他有几个要点，就是说他不要在每年都吃buffet了。然后第二点就是他不想要自己动手。然后最后一点就是他一定要有点仪式感，所以我就挑了这一间这样子。你好像讲了我难搞一样啊。我没有说你今天这一次庆祝你生日就不是。餐厅上的是玉钻4品，这个是鱼介宣鸭细面。那吃的顺序的话，就是按照个人的喜好就可以了。谢谢，请慢用。再来是玉钻4品，它是冷盘，像这个是醋溜川耳、熏鲑鱼沙拉、彩酥鲍鱼，然后跟鱼介宣鸭冷面。通常上菜的时候，他们也会一并告诉你说这道菜的食用顺序或方法是什么。那我们像现在来了4个冷盘嘛，那它没有食用的顺序，你就先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吃就可以了。这道醋溜川耳呢，是餐厅中蛮常见的小菜，不过它做的味道比较不一样啊，比较多的是麻油跟姜的香气，然后比较少那种酸的感觉。这道熏鲑鱼沙拉呢，它没有过多的酱汁，是靠鲑鱼本身的咸度去做调味。那我觉得呢，这样子更能够品尝出整个鲑鱼的香气。彩酥鲍鱼，它鲍鱼可以同时吃得到软 Q 跟微脆的2种口感，再加上它的 sauce 呢是有一点点淡淡的酒香，所以吃起来味道层次很丰富。特别提一下，鲍鱼里面的这块南瓜吸满了酱汁，我觉得比鲍鱼还好吃哎。这个面吃起来像天使的戏法，这个是鱼介宣鸭冷面，它的宣鸭肉呢非常的好吃，不会说太咸或是硬啊，什么都不会。那我觉得最惊艳的是它的面体，因为一般来说呢，这个做法会比较像日式的，可是它的面体吃起来比较像意大利面。这4道你最喜欢哪一个？不用说一定是鲍鱼啊，这是食材的问题，我本来就是一定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的。给你，你生日真的，看你笑得多开心。老婆就是要这样哄的。这个是菊花醋，来喝喝看。菊花的香气真的还蛮浓的，但不会浓到让你觉得不舒服，是一个还蛮淡雅清新的感觉。这道是炙烧生食鲜干贝。这个生食级干贝还蛮大颗，虽然你在家里呢常常烧给我吃，不过还是人家烧的比较好，而且再配上这个酱油啊，里面有淡淡的柴鱼香气啊，真的非常好吃。它这个酱油好好吃哦，不知道能不能买回去，我等一下问他是哪一家的。这是明太子炙烧9孔鲍，我们来吃吃看。我刚刚已经吃了1片，它帮你切片切好呢，这样子比较方便入口。虽然我们刚刚在前菜的时候已经吃过鲍鱼了，但是呢，这还有来一个不一样的做法，加上了明太子炙烧。那烧过之后呢，会有那种就是稍微大的香气，然后再加上明太子在你的嘴巴里面哔哔啵啵的，然后那个乳化的感觉呢，让整个鲍鱼的味道更浓厚了一些。刚刚4品的鲍鱼啊，就是比较清爽，那这一道呢就多了一份奶香。是顶蒸笼锅蒸寻龙鱼，顶蒸笼就是这个，它是把那个蒸笼放到火锅上面，
然后运用火锅的蒸汽啊，去把鲟龙鱼蒸熟。那你在蒸的过程中呢，这个鲟龙鱼的精华它就会滴到火锅里面去，让那个汤汁呢变得更鲜美。鲟龙鱼呢，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物种，那它的养殖要求很高，像它必须要水质非常的干净啊，而且要活水才可以养得活。那原本的乌来啊，没有鲟龙鱼这个物种，它是从别的地方呢引进来养殖的。那为什么在乌来可以养得起来，别的地方却不行呢？就是因为它的高山呢，就是低温，然后再加上水质非常好，所以才可以造就这个环境。来吃吃看，它的肉质非常细嫩，而且它鱼皮啊有点胶质感，非常的好吃。那我觉得先吃原味就可以了。酱油又出现了，他们家的酱油真的非常好吃，不仅呢不会抢食材的风味，还会帮助它提味。我觉得呢蘸酱油更好吃。我还是吃完的时候问他是哪一个牌子的。我们来装个汤。刚刚呢，店家跟我们说，这个锅子呢很特别，它是香港啊设计师设计的，叫做顶蒸笼。那你就是可以在上面呢蒸蔬菜啊、蒸鱼啊之类的食材，然后呢蒸完之后，它的精华又会回馈到下面的汤里面去。哇，这个汤啊，非常的清甜哎！它这个里面呢是用蔬果啊，还有老母鸡去熬制而成的。你看起来很清澈哦，跟喝起来啊，口感却是很浓郁的。汤里面的火锅料感觉都是精挑细选的，每一样都超好吃。像这个花枝鱼丸啊，它里面还带了淡淡的胡椒香气，而且真的可以吃到花枝的那个块状。我很喜欢那个胡椒的香气，这样隐隐约约的，很像初恋般的男女，有没有？这样子是怎么讲？暧昧不明。暧昧不明。我咬了一口福袋，它的鱼卵整个满出来。这个福袋呢，绝对是超值的那一种，鱼蛋有够多。这个是鱼包蛋，里面包的一样是鱼卵。这是冻豆腐，汤好喝的地方就绝对少不了它。靠吸之后，你刚刚夹的时候，它那个汁啊，汤汁一直从下面流出来。对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咬的时候也要很小心，汤汁泌出来的时候是很容易烫到的。叫做银酿蒸鲟。那现在呢，它还在我们的桌上料理，还不能吃。它刚刚呢，就是把那个酒倒下去之后啊，不到1分钟的时间哦，香气就已经可以闻得到了，非常的明显。那这个东西它很特别，像我们看到这个器皿呢，它是日本知名的万古烧，它是用1300度的高温呢去烧制的陶器。那在这个万古烧的底下呢，他们放了一块火山岩石。那这块火山岩呢，就是烧了300度的高温。那刚刚的大银酿浇下去之后呢，运用它所散发出来的蒸汽，把螃蟹蒸熟。那我们要等6分钟才可以把它开锅。哇！现在店家在帮我们分盘，那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。你看哦，刚刚原本是一只青青的，结果6分钟之后呢，它已经整只都红彤彤蒸熟了，所以表示它里面的蓄热能力是真的很强的哦。我赶快来吃这个螃蟹。好。哇，这只沙公真的非常的大只哎，看起来非常有肉，而且蟹膏也很饱满，赶快来吃一下。那个蟹膏好浓郁，而且它蟹肉呢也是非常的细致，再加上刚刚就是只有用大银酿啊下去蒸它，所以呢整个肉质呢也是稍微的有一点点酒精的味道，还蛮喜欢的。我一般啊就是喜欢吃人家帮我剥好的，但是我这次会喜欢自己剥，因为你咬到它的壳的时候呢，那个炙烧的香气还残留在壳上面，所以特别香，特别好吃。蟹脚的肉好多哦，可以整块直接挖出来。我知道这个画面非常的过分，可是还是想拍给大家看。哦，好多肉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这一定要给你吃，这个真的很大。它长得真的蛮像蜡烛的，真的。你吃，麦高要拍谁？超多汁的，你咬到嘴巴里面，它的汤汁会释放在你的口中，源源不绝的。Happy birthday to you again！ 它的汤汁啊，整个爆出来，流了满手，那个画面很可惜没有拍到，有够震撼。
这一道呢，原本是美国顶级盐烧牛小排，但大家都知道先生不吃牛，所以他们也有可以换成猪排或羊排的选项。那你选了猪排，对不对？没错看起来超好吃的。好香哦！我原本是以为都只能换，没有啦，套餐1人1份啊，所以当然我吃我的牛，你要吃猪或羊，那是不是没有妨碍的、你帮大家试一下口味，只准你吃一口而已。刚刚说只能让你吃一口的话，我应该会被骂。没有啦，我真的也只能吃一口，因为它的寿司呢是稍微有一点辣，所以再多吃我应该也没有办法。那它这个辣呢，其实有点似曾相识，我觉得有点像泰式的，但是呢又有那么点不一样，还蛮新奇的感觉。好合我的心，因为我喜欢吃辣，然后每次因为你我都不能吃辣哦。然后我跟你讲，它的肉非常的软嫩，再加上边边呢有那个有点焦香炭口的感觉，很舒服。美国3等级的牛小排，油花分布非常均匀细致。那我们会建议煎至表面微焦是最佳的口感。您盘中有海盐，你可以先吃原味，后面再沾取少量的海盐搭配食用。谢谢。这种滋滋作响的声音最诱人了。我跟你讲，它那个油一直在这个石头上面，一直流，一直流。我跟你讲，它这块火山岩又出现了。好快就熟了、没错，你看刚刚那是螃蟹啊，也是6分钟就熟了。那这个牛排的话呢，不用说，一定超快的。油在上面跳舞的画面最漂亮了。这块肉的油花超丰富的，整个肉油亮的。赶快吃，赶快吃！摇头是什么意的思？香气，然后那个肉里面呢又稍微有一点点脆度，是我最喜欢的那种肉的口感。虽然说它不是和牛，不过那个Prime等级的油花真的也不是盖的，直逼和牛了。这一道是苦茶油鸡饭，在我的想象里面呢，应该是苦茶油炖鸡，没想到竟然是炸鸡。那苦茶油的部分呢，是在这个饭里面，它是用苦茶油跟玫瑰盐去拌的，那上面点缀着一些炸过的姜片。这个饭油亮的，好香的感觉哦。而且小小碟的话，吃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么负担。天哪，它的鸡油一直滴，赶快来吃一下。那炸鸡吃起来也是蛮过瘾的，非常的大块，然后外皮炸的这样薄薄的、酥酥的。我刚刚听完你说，这个姜片是酥的，结果我咬下去之后，我的瞳孔也放大了，被吓一跳。怎么会那么惊奇？对，像饼干一样没有那种纤维感而且也没有姜的太多辛辣味。你要是骗小朋友说，这是饼干给你吃，他会吃下去。再吃那个饭，那个饭很油香。终于吃到甜点的环节了，这个叫做幸福番茄。我刚刚问说为什么叫做幸福番茄，你说因为吃了就会感觉很幸福啊。我来看看到底是会有多幸福。我原本想说甜点应该就是那种正统甜点啊，用糖去制作，不是，也是那种很天然的东西。其实它吃起来就是番茄，但是它剥了皮之后呢，然后又加上它应该是有弄一点梅子的感觉进去，有点酸酸的，然后呢，你又可以闻到那个薄荷的香气，真的就是很不一样。可是你又说不出来跟原本的番茄有什么不一样。这甜点吃起来没有罪恶感，又有开心的感觉，难怪是幸福番茄。而且我跟你讲，牛番茄其实是蔬菜，所以吃起来更没有罪恶感。这是德国进口翡冷翠甘宁花草露，来喝喝看。这是一款没有咖啡因的复方花草茶，那它喝起来呢有淡淡的果香，里面有苹果，然后还有甘草、柠檬草跟薄荷，所以喝起来是有点凉凉的，还蛮舒服。还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，那是来自于它这么一点点的苹果的味道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茶包，这是刚花草茶上桌的时候呢，服务人员请我们把手放上去3秒钟，再拿起来闻一下，真的可以闻到蛮明显的花草茶香气。而且刚刚在帮我们倒茶的时候呢，他还给我们一句祝福说，跟对的人喝一辈子的好茶。我觉得呢，用这样子来为这一餐啊做一个收尾啊，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ending 哦。请教老婆大人，你这餐还满意吗？我蛮喜欢的，因为说真的，我觉得我们下次还可以再来。那你喜欢哪几道菜？刚刚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明太子炙烧鲍鱼。我也好喜欢那个，那个好香。对，因为跟以往吃到的鲍鱼的风味都不太一样。然后再来是寻龙鱼啊，还有
刚刚那个螃蟹牛小排也非常的棒。我们从餐厅走出来，就可以看到这一片秀丽的湖光山色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它叫做燕子湖，是由北势溪跟南势溪汇流而成的。虽然说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可以非常的清水，好像走下去就可以摸到河水了，可是其实是被禁止的，因为这个地方上游的水坝常常会放水，很容易会造成危险，所以大家来到这边呢，千万不要想说要下去戏水哦。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燕子湖呢？是因为它下午呢常常会有燕子在上空飞来飞去，因此得名的。吃饱饭来外面散散步走一走也真的是蛮不错的。那其实我们刚吃饭的过程中呢，也都是一直看着这个河景在吃饭的，用餐心情特别好。Hold you close so you're by my side till the end of time. 这里是桂山发电厂，它最有名的是它的冰品部。不过它的冰品部呢，在另外一边。我们先来发电厂这边，那里面呢其实是没有开放参观的，是办公区域。但它整个发电厂呢是坐落在溪水的旁边，环境非常的优美，青山碧水就是这样。我刚刚一下车的时候啊，就看到5、6只蓝雀在天空中飞来飞去，然后结果我抬头一望啊，发现山坡上面呢站着非常多的人，都是脚架，然后超专业的摄影器材。我瞬间明白了，他们就是在这边等着要拍这些鸟，很多的鸟非常的漂亮。你看哦，水质非常的干净。那其实这附近呢，就是以水质闻名的翡翠水库。那听说呢，新店溪流域啊，它是全台湾第一个开始发展水力发电的地方。它是全台湾的第2座水力发电厂，它前身呢叫做新龟山发电厂。那之所以有个新字呢，是因为它前头还有一个龟山发电厂。它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日本时期的时候，它是在1905年的时候建造的。后来因为台风毁损，那在1941年的时候呢，新龟山发电厂它刚好盖好了，就取代了原先的龟山发电厂。现在呢，龟山发电厂它是还在服役中的。它在2011年的时候登陆成为了新北市的历史建筑。那你看我的身后有一群人在那边，你只要看人在哪里，就知道哪里是最佳的赏鸟点了。我还以为来到了图书馆，大家都超安静的。那一只鸟不知道是什么，还蛮漂亮的。我们现在来吃冰棒了。这边买冰棒呢，竟然要抽号码牌，而且听说大家都是几十只的买。你看这边一盒啊，是80只。我觉得它的价格真是有够便宜的嘞，12块有口味的。今年已经涨过价了，所以变成了1只12块，那清冰是8块。我们买了一只我们最喜欢的米糕，你看里面真的真材实料，龙眼干在这边。刚刚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，其实龙眼的味道就还蛮明显的。这里面真的隐约可以感受到米糕的那种弹性，还有颗粒感，真的很好吃。我觉得甜度调的也还算刚好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？为什么发电厂都要卖冰棒？其实是早期水力发电厂在新建水坝的时候呢，它需要制冰机来制造大量的冰块，冷却混凝土。那所以后来这个建造完毕了之后呢，制冰机就拿来制造冰棒，然后在员工的福利社里面去贩卖。那后来当然就不是用最初的机具了，不过还是沿用那种早期制冰机的概念呢，然后去做冰棒。我跟大家讲啊，如果你有吃过各地的那种台电冰棒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口味上靠比无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他们每一间的那个配方都有点不一样，比如说比较甜啊，或是用了红豆绿都不一样。这边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它水质不同。这边用的是翡翠水库的水，所以大家应该知道吧？我们刚刚看到一个阿伯，然后他特地跑来这边吃。他说他有一次来这边修钢琴，因为他钢琴师。然后结果呢，他修一修就发现，怎么会有一间冰棒？因
因为他平常很喜欢吃这个台电冰棒，他都吃林口了。然后他吃怎么那么好吃？然后后来他就马上跑回去林口验证一下，结果说这间好吃，他从此就屌就说只吃这一间这样子。他超有实验精神，而且我刚刚看他是骑一台小摩托车，他从板桥一个人骑车，然后就载了1箱冰棒回去。跟大家偷说一下，阿北他说他推荐红豆跟芋头，不要让太多人知道。听说这里的芋头用的是大甲芋头哦。这边还有个文物馆可以参观，不过它的开放时间呢，就只有周2的上午跟周4的下午，所以如果刚好大家有在这个时间来的话呢，可以进去吹吹冷气参观一下，也是蛮不错的。我们现在来到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区。其实我们上次拍乌来老街的时候呢，就非常想来，可是上次真的是来不及。那这次呢，也算是小小来补一点景点的遗珠之憾。那跟大家讲一下它的票价，蛮有趣的，有分非假日的价格跟假日的价格。那我们今天是非假日，成人价的话呢是65块钱。那如果你是新北市民的话呢，半价40块钱。我们刚刚买了票才发现，想说算了，不要折腾，就赶快进去吧。我们现在才走进来没几步，我本来还在想着要怎么样跟大家说内洞森林游乐区它的重点是什么，结果我们就来到了第一个景点，有够快，这个是乌沙溪瀑布，还蛮漂亮的吼，真的是入口而已，很漂亮这个瀑布。大家来到乌来都会去看乌来瀑布嘛，不过我蛮推荐大家花一点小小的门票钱进来内洞啊，看里面的瀑布，因为这边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更原始、更自然景观一些些。那有人会想说，那我看免钱的就可以，为什么要花钱进来看？那我觉得说，像我们新北市民啊，门票只要40块钱，你走越久呢，你就越划算。整个步道长4.2公里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平均走1公里不用10块钱。整个森林游乐区里面呢，它其实分了3大主题步道，分别是观瀑、赏景跟森林浴。那最多人选择的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走的这一条，叫做观瀑步道。它的全长呢就只有1公里左右，而且呢很平缓，是你推着娃娃车也可以轻松散步的一段步道。然后它这个沿途呢有非常多的景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快速的呢来回这个1公里。这里是罗好水坝，是台电的水利设施。那罗好呢，它其实是泰雅族的社名，有森林茂密的意思。所以你看这个周围啊，真的是还蛮森林茂密的，而且下面的水啊，它是蓝绿色的。水面平静的时候呢，你其实是可以看到周围山林的倒影。而且我刚刚看到啊，就是如果鸟贴着水面飞的话呢，它的倒影放在上面啊，这样子非常的漂亮。我除了国外以外啦吼。今年我看过最漂亮的水坝就这里，真的非常漂亮。你包含刚刚的瀑布也都很漂亮。你们看现在这里河床非常的漂亮，可是其实呢，我们刚刚一路走过来，水坝的另一头比较靠近入口的那一端，河床更漂亮。只是说呢，它有遮蔽，你必须从树林的间隙呢，才能隐隐约约看到一点点。或许就是这样隐隐约约看到是更漂亮的感觉。跟女生一样吗？不过这边有枫叶，如果枫叶可以很红的话，应该是很漂亮的。秋天再来一次。真的。我原本请 AI 帮我查了资料，罗好是森林茂密的意思，但是这边的牌子上写说是泰雅族语捕飞鼠陷阱的意思，怎么会差那么多啦？哇，天啊，这边好漂亮哦！我觉得蛮纳闷一件事情了，我们活了30几年啊，来乌来应该有几十次了，但是却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景点。我们阿公阿嬷他们应该要进来一下，因为我们家阿公是不太喜欢付门票的人。可是这里很值得。哇，这个水，给大家看。
现在在热水桥上看内洞瀑布，哇，真的是超漂亮的。那这个内洞瀑布呢，它其实是有分上中下3层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应该只能走到这边了，因为现在已经5点多要天黑了，我们再不出去要被困在里面了。我有跟你讲，这瀑布的声音超大声的，芬多精的声音要盖掉你讲话的声音，我都听不到你在讲什么。应该是负离子啊！我现在在这边呢，就能感觉到水汽一直袭来，所以是非常非常凉快的。好漂亮，而且这一整路都非常好走，推轮椅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。今天因为还要拍摄的关系啊，行程一直 delay， 不然的话呢，其实我是蛮想要把它走完的。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呢，我还会再来第2次，因为真的太漂亮了。那你看这边哦，我们这上面不知道是上层还是中层啊，那边还有一个观景台，是有人在那边看瀑布的。哦，其实走上去应该也不会太累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能够来到这里就很不错，所以我觉得腿脚不方便的人来也是可以走的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好推荐这里，超级推荐。体感上啊，不会有很明显什么1公里或是几公里的感觉，因为很轻松，你走一下下就到了。有点像你走到你家附近的菜市场买个菜那种感觉，一点也不累，因为它坡度都很平缓，路都很好走。我们现在要走回头路，继续前往我们的下一个行程了。内洞这个地方啊，以前叫做娃娃谷。那娃娃谷其实是个误会，它应该是蛙蛙谷，因为呢，整个里面充满了青蛙的声音。像现在呢，其实我们就可以听到很多种的蛙鸣，有的像狗叫，有的像醉汉在乱吼乱叫。它大声到我以为是狗在吠，然后想说，到底狗会叫那么奇怪的声音吗？蛮有趣的，大家如果来可以自己听听看。我们现在来到富森板治，这是一间就是标榜有漂亮景色的汤屋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有非常的优惠，因为我们在 Klook 上面找到晚鸟价，然后呢，最基本的房型是1035元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那个汤屋长什么样。说真的，这个是旺季的时候我不敢订，可是我看到这个淡季的价格，以前我自己蛮想要来泡这个，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贴近大自然泡温泉感觉汤屋这样子。然后我说，喂，这个价格我可以接受，而且庆祝你生日没问题。我们在等我们的汤屋整理好，这里好漂亮哦！我有1秒回到清迈的感觉，超舒服的。我觉得这个可以一日游，因为他刚刚跟我们介绍的时候说，这里有什么活动啊，什么，带我们去内洞啊，而且他有接驳。我刚刚看一堆韩国人，然后他们就说，shuttle bus， 然后我问他说，这样子 shuttle bus 多少钱啊？他说50块1个人，我觉得很划算呢。然后因为我们买到那个 KKday 的票，我觉得对我来说还算是可以接受价钱。然后我们改天来一日游这里好了。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的相见恨晚，真的哦，好厉害哦！你看，给大家看这里面，真的很漂亮哎。我们来得太晚。它的餐厅已经关门了，不然我想象如果可以在这边喝东西啊、吃东西的话呢，真的是非常的惬意。然后你看看这个山林，好，我们差不多要去泡温泉了，走吧，下次来再拍一个。感觉好赞哦。进来泡汤了。今天呢，我们选择 B207这间叫做万屋的汤屋，它其实是所有汤屋房型之中呢最基本的房型，它有5种房型。然后呢，它其实这个最基本的房型也非常的厉害了，因为要景也有景。那这个大小呢，我们2个人泡也非常的足够，而且它甚至还有干湿分离的淋浴间，然后吹风机也是有的。我们本来是想要泡中高价位那一个，然后后来想说，这个其实就不错，毕竟我们还是要努力赚钱啊，对啊，以后如果赚多一点，我们再泡最高级的那个。不是，其实我想啊，是我觉得现在淡季来泡这个价格很优惠，所以这个房型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，真的是可以来。我看我今天在 Klook 买的话才1035哦，不过是早鸟跟晚鸟价，就是10点跟下午5点半才有这个价位。我们这个时候最凉的时候来，我记得旺季的时候是1800，我那时候很想来，可是1800我是有点小的花不下去，对，但是这个目前觉得还行，而且刚刚又发现它的环境那么好，你进去看一下里面。好，
像它还要上楼梯进来才能泡汤，这个设计我也很喜欢，因为等于就是把你的脱衣场跟泡汤的部分给它隔开来了。像这个是比较优惠的房型啊，然后我本来想说应该比较差，它的确它是比较后面，因为我刚才他有去带我们看那个比较贵的房型，是整个贴在那个山谷边的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棒了。就是说呢，你站起来的时候会看到一点点景色的破绽，可是你坐下来泡汤的时候呢，其实是一样的漂亮的。对啊，而且这个是真的半露天的，好喜欢哦。这个玄关的部分呢，也就是我刚刚说的脱衣场啊，它的设备呢其实是蛮齐全的。你看哦，有浴衣，然后你要的毛巾也有，所以你这边呢真的就是人来就好了，你什么都不用准备，而且它甚至还给你一个小提篮，让你带水进来。这样还蛮多的，除了平面的置物空间之外呢，还有一个置物篮，然后还有一张小板凳。它的洗发精、沐浴巾看起来也很不错哦。这边还有茶籽糖的乳液。浴袍啊，真的给的非常好，因为呢，窗外非常的漂亮，你会忍不住泡一泡，想要坐在窗边。可是呢，这个地方呢，下面是有人可以走过，你可能会被人家看到。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穿一下浴袍。哦，泡一下起来吹吹风，好舒服哦。你很强你泡一泡，你的头发竟然还有办法干干的。毕竟等一下还要拍，那我如果把它弄湿了，还要吹干，这样超麻烦的。女生好像对这种突然把头发弄湿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。我们等一下泡完出去了，再继续跟大家说到底感觉怎么样。不过你坐在外面那边感觉很凉快，我等一下要来坐一下。哇，好舒服哦！从这个角度看去，山上还蛮漂亮的。我在泡到一半，然后发现萤火虫在这个窗帘外面飞，太厉害了！这就是萤火虫，它刚刚飞来飞去，太赞了吧！搞不好等一下更晚还会有别只，还有很多只。我刚刚看了3、4只。我们现在泡完啦，等一下换衣服出去了。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来超棒的，因为它原本就有淡季的价格，然后晚鸟又有晚鸟的价格，双重优惠下来，我觉得还蛮棒的。目前是1000块，不然正常淡季价是1200啊，我们是在1050，1035。而且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一点白天的景色，然后可以看到傍晚的景色。像现在晚上啊，刚刚我在看的时候，外面有萤火虫不知道是不是误会啦。对，而且傍晚的时候又比较凉，我现在泡的真的是刚刚好的舒服，泡到我都不想走了。对，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，1035是最基本的这一间房型哦。那如果其他的房型的话，价格是不一样的，会再往上加。然后我们觉得90分钟的话呢，还蛮够泡的。可是因为呢里面实在太舒适了，所以够泡都变成不够泡了。还是弄湿了，因为你刚用完那个沐浴乳之后，我觉得太香了，然后我想说，我如果现在洗一洗，我等一下回家就不用洗了。那我回去不用帮你 AI 上妆了吧，对不对？不用，随便你。好，大家原谅他，等一下如果没有上妆的话，请编小力一点。好了，结束。现在泡完出来啊。小管家递给我们小点心是2只糖葫芦，非常的可爱，而且这糖葫芦上面还有金箔，这很有趣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竹筒做了杯子，拿这个来接他们做了荞麦茶。小帮手帮我们准备了小灯笼，让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呢，可以去外面稍微走走逛逛。这很适合下午1、2点就来泡汤，然后一路玩到晚上，好舒服哦。泡完温泉又有点肚子饿了，所以想说下来老街吃点东西。这间呢是宝岛怀旧食堂。其实老街上面也有非常多的炒野菜的餐厅，可是现在的时间晚了，只剩下1、2间而已。我们一般要到别的地方吃到这么多炒野菜非常难，除了我们上次去平岭的那一个以外。我们今天点了非常多的菜，这个是情人的眼泪猪葱炒蛋，它看起来很像。然后这个是炒罗曼跟山酥。
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想说回家之前呢，要补充一些热量。山上的野菜真的很棒，不用说。那来到这边呢，也要吃一点原住民特色，所以我们另外又点了炒山猪肉，然后还有马告鸡汤。等它煮好，就会上来了。猪葱很嫩啊，然后它调味没有很重，所以可以吃得到猪葱的清甜，再加上蛋啊，真的是非常的香。炒山猪呢，炒清清脆脆的，也不会太过油。这家的老板啊，炒工还蛮不赖的。而且他们的咸度，我觉得掌握算是我们喜欢的，算是蛮适中的。这是老板帮我们推荐的炒罗曼，一般罗曼呢都是生菜居多嘛，拿来炒的比较少，但是炒起来也还蛮特别的。而且它重点是还是有炒的脆脆的，我喜欢这样。这一道是情人的眼泪，其实也是原住民特色。它吃起来呢是滑滑的，而且呢稍微有点甜口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它其实叫做雨来菇，可是雨来菇又不是菇，其实是一种陆生藻类。那它有一个还蛮凄美的故事，就是相传阿美族有一对情侣，他们私奔，那为了不想要被追捕到呢，他们就是相拥啊，躲在草地上。然后后来呢，就是悲剧嘛，被发现的时候，他们流过眼泪的地方长出了雨来菇，所以叫做情人的眼泪。这么凄美。这道炒山猪肉，我觉得不会太油，然后呢是炒沙茶的，这道我很喜欢，因为很多人会把炒山猪肉炒得又油又咸的。这间店我其实目前吃下来我都还蛮喜欢，而且我喜欢它一点就是它都用瓷盘的，然后瓷碗。当你那边拍，老板在那边跟你强调说，他们都不加味精的，因为他自己不吃，他就不会加在客人的饭菜里面。而且他自己也喜欢用瓷的，但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瓷的可能不够干净，他还是想要纸碗这样子。我们等到现在鸡汤还没上来，可是我觉得很好，因为每一道菜它都是现点现做的，你不会吃到那种冷掉啊再加热的东西。可是他前面几道菜出的很快。我们最后点的这个是马告鸡汤，终于上来啦。它上面那个黄黄应该是鸡油，然后上面一粒一粒的是马告。我刚才想说，心里浮现了一个百香果3个字，有没有那个配色？像。对，可是吃起来却是那种柠檬胡椒的味道。哦，你看到它这样黄黄油油的，然后脑中会浮现那种你喝过的那种很浓郁鸡汤的味道，但是你喝下去呢，完全不一样的世界，就是你刚刚讲的那种清爽的柠檬味跟胡椒感跑出来。鸡肉很 Q 弹，很嫩哦。自从第一次吃到马告之后，我每次去外面碰到有马告的菜色，我都会想要试试看，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到原住民特色的地方呢，有马告的菜色给他点来试试看。而且我现在在尾声来这间店，我觉得整个还蛮舒服哦啊，人多的时候我就不知道，不过我觉得整个吃起来口味我们还蛮喜欢的。我们来总结一下。今天呢，我自认为我们的安排还蛮不错的，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方式来做一场小旅行。那我们就是找一间自己喜欢的餐厅，然后呢，再到桂山冰场去吃冰棒，之后呢，再继续到内洞森林游乐区走一走，消化一下刚刚吃的东西。对，而且那边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，我会想要常常去的地方。然后再来呢，走一走完了，去泡个温泉，泡完温泉呢，肚子又饿了，再下来吃个炒野菜，做个体内循环。而且我觉得，就是傍晚泡的话还蛮凉快，然后这个季节又有discount，我觉得还蛮棒的。我这样算自夸吗？可是我觉得你今天找的很棒，真的很好，不错吧？我就知道你喜欢这种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啦。我们之前也有拍过乌来，如果你想要参考的话，也可以参考我们另外一集乌来。对，你可以自己组合安排个1日游或2日游都可以。对，把这2天拆在一起，就会变成2天1夜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